这是一个一拳碎星的高武世界，武道不强，连做蝼蚁的资格都没有。我必须变强。你们这届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1年后的彭大考研，你们连炮灰都当不上。老师，某些下等天赋的废物，就算再努力1万倍，也只是给影兽送口粮的货色。努力真的没有用吗？摸底测试开始。 520公斤，合格。1100公斤，优秀。天哪，1吨的力量，这就是天才吗？下一个，江野。245公斤245公斤，连合格线250公斤都没到。努力，这就是你努力的结果，真是不自量力。你那个废物老爹，还是老老实实去猎影局送死。多领点抚恤金给你买药吧。江野，245公斤，不合格，你还是放弃吧。真的无法改变命运吗？检测到宿主肉身力量达到245公斤，该力量已超越第5世界凡人极限。第5武道系统绑定成功，恭喜宿主达成第5公子成就，武道大家。第5系统，245公斤在第5世界就是天花板了。武道大家成就奖励：凡胎习随，内功10年，体质晋升为超 A 等，金刚不坏之躯。这是什么气势？不可能，这废物的气压怎么比我还要恐怖？刚才那一拳只是热身，老师，我想重新测试。我没听错吧？245公斤的垫底废物还想重测？你那个窝囊废老爹拿命换来的药，看来是真白瞎了。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判定这位精神小伙的境界比你高，你这一拳打上去，算你占了便宜，给你多算3成伤害。赵狂，你嘴这么臭，是没刷牙吗？你他妈说谁呢？够了。既然要重测，低于250公斤，这学期资源补助取消。好。老师，学校该换一批质量好点的设备。怎么可能？作弊！他肯定用了禁药。这里用得起禁药的，除了你还有谁？我他妈废了你！对我放尊重点。江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其他人散了吧。江野，你给我等着！我查过你的入校记录，你确实是丁等，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有这样的提升。江野，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既然你有了底子，别再浪费天赋在基础法上。这个世界的规则很简单，弱者连呼吸都是错的。你现在变强了，但人外有人，还是要不断精进。武器判定，库存积压的报废货，建议宿主放心大胆的挨2下。说的简单，你怎么不自己挨2下？
江野，你今天在测试区不是很狂吗？我表哥王强2破初期强者，今天让你那个当看门狗的爹给你收尸，自断双手，跪下磕头，否则老子今天让你爬着出去。一起上吧，赶时间，不知死活，废了他！怪我，这家伙的身体是什么做的？到我了。这怎么可能？你明明连一破都不到。我的手！赵狂，你最好别惹我，不然下一次就不是骨折这么简单了。爸，猎影局的江大海，我要他死！有意思，安城居然藏着这么一号人物。我的手！你跟踪我，想死？别紧张，我不是要曝光你。下周蓬莱大学入学测试团队赛，我要你跟我组队。凭什么？凭这个，你要么跟我组队，要么这段视频明天就是安城的头条。就只是组队？也不全是，这2天我在查个东西，说了你也帮不上。先说你答不答应？宿主这2天动静有点大，再这么闹下去会被判定为招摇过市，到时可要扣你东西了，你信不信？组队可以，但从今天起禁止拍摄。成交。江野同学，你昨天真的打赢了2破强者吗？你不是说删视频了吗？我是删了啊，但你自己打得太狠，混混们自己嘴瓢传出去的，这我可管不了。警告，宿主关注度超标了，扣点意思意思，这个月修炼效率打7折。别搞，我什么都没干。这不是你的问题，在这个世界，强者一露头，消息就会传出去。你要真想低调，得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配不上这些传闻。检测到宿主有在狗，低调评级回升，继续保持。说吧，怎么让自己看起来配不上？比如下周团队赛，我们故意输一场，别太出风头，够进蓬莱大学就行。你好像比我更怕出风头。我怕太多人爱上我，太麻烦了。如果江野真有这么强，说不定真能帮上忙。猎影局吗？江大海，是我，长官有什么吩咐？你儿子叫江野。长官，我儿子要是惹了什么麻烦，我一定管教。管教？他先是打伤了我儿子，后又打断了我侄子的双臂，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件事。你在猎影局干了10几年保安，一直本本分分，我也没为难过你。但从明天起，你调去执行西郊的夜巡任务。长官，西郊那是影兽活跃区，按规定至少要3级战力才能单独巡逻，我只是普通安保。哼，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不想去那就滚回贫民窟去。爸，怎么了？没事儿，
单位安排了个新任务，之后可能要多值几班夜巡。这伤，我打听到消息了，你最好听着别炸。你知道赵狂的老爸赵海山是猎影局的副局长吗？赵海山调了你爸的档案，把他调去了西郊夜巡，那地方影兽活跃，按规矩得3级以上战力才能单人执行。他这是想借影兽的手弄死我爸。明着不能动你，但你爸不一样，他只是个普通安保，出了意外，谁都挑不出赵海山的错。带我去。行。听着不对，这不像是普通的巡逻区异动，像是有人故意放出去的。小野，你怎么会在这儿？爸，先撤到我身后。这盾牌被震裂的方式，明显不是普通影兽的力道。爸，这些影兽是谁把他们引到这片区域来的？我不知道，上级临时改了我的排班，说是常规轮岗。辛苦了。确定了，是赵海山亲自改的排班单。西郊那批影兽的运动报告也是他压下去没上报。他人在里面。你要干什么？别冲动，他是3级星职者，你……西郊清剿顺利完成。什么人敢闯猎营？敢动我，袭击3级星职者，够你蹲一辈子牢。3级星职者，这职称纯虎人，战力也就那样，宿主可以随便打。这一巴掌，你给我记住，我爸的命不是你能随便拿来试探的东西。你疯了吧？你敢扇猎影局副局长？他要是真上报联邦，他不会。一个3级星职者被一个学生一巴掌抽趴在办公室，这种事要是传出去，他比我更丢不起这个人。但你打的是他的脸，他记恨的是你的命。这种人不会就这么算了，估计在哪儿等你呢。这几天好像不太一样了。你这是把沙袋当赵海山打了？顺手。你的心力变动又异常了，说，你又去干什么了？就处理了点事儿。你身上那股气息越来越不像普通功法能练出来的东西。江野，不要冲动，不要太早暴露自己。老师，你没事吧？没事，昨晚没睡好。老师，那是……去上课吧，别迟到。夏晴，好久不见，江野，我转学过来了。听说你现在变得很厉害。也就那样，大家瞎传的。这个转学生身上有东西。
今天这一下不对劲啊，这玉佩怎么突然开始有反应了？听说了吗？前3名不光保送，还能拿蓬莱大学的资源配额。你们瞧，赵狂来了，听说他爸都被抽了，这脸算是丢到猎影局去了。爸，学校办选拔赛，我要参加。就你现在这只没好利索的手臂，那我就等手好了再打。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江野凭什么？凭什么？凭他现在还查不出底细。明的路子走不通，就换条暗的。这条线我压了很久没敢用，但这次我要请一个人帮我看看这个江野到底是什么来路。名单定了，我们俩一队，3天后开赛，规则是车轮战，打到决赛才算数。行，但你得收着点儿。这次不是巷子里揍几个混混，是全程公开赛，赛场里全是记者和各大世家的探子。你越是打得漂亮，越会被人盯上。我知道分寸。按计划混进他身边了。转学手续都办好了，他没起疑心。组织要的是持续观察，不用你做别的。记住，任何异常，他的力量来源，他身边人的动向，都要及时上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吗？他小时候对我挺好的。你是组织养大的，不是他家养大的，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不行，这个月撑不到月底了。这药真能3天接骨？接是接上了，但这药伤根基，你这只手3年内碰不得重物。3天够了，我只要3天。按您的意思，接骨用的是引的司库药材，不会留下追查的痕迹。好，选拔赛那天要亲眼看着江野输给我儿子。我查了一下夏晴的转学记录，怎么？她的原籍学校、家庭住址全都是3天前刚补办的手续，一份完整的不像话的档案，太干净了，干净的像是特意做出来的。你想说什么？我打电话去问过她原来的学校，根本没有叫夏晴的人。他是我从小认识的人。我不确定，但你最近最好离他远一点。3天后见真章，江野。这次我不会再让你有机会碰我了。手好这么快，关你屁事！哼，结果这么快，不对劲。有个女生在查我的底细，她好像已经起疑了。赵清丽，你知道她？组织的档案里，他的名字排在观察名单前列，比你想象的更早。后天选拔赛，你负责近距离接触江野，把这个贴在他身上任意物品上，不需要做别的。这是什么？一个能让组织彻底确认他底细的东西。你不需要知道更多，只需要知道，这次要是办不成，接手你这个位置的人会像你这么心软。距离选拔赛开赛还有36个小时。待会儿别太张扬，够进前3就行。
首场对决，江野 VS 赵狂。今天让你知道我这只手的力量。比赛开始。别打了，再这样下去，你的手会废掉的。不需要你可怜。精神小伙正在透支自飞，再打下去要出人命，是否手下留情由宿主自行决定。下一场继续。够了。公开战力评估远超区域标准，5道成就等级重新校准，体质根基悟性全面跃升，称号登峰造极。疯了吧！最后那一拳把护栏都掀了。我也没想到会这么。这是什么东西？你什么时候贴上去的？不是我贴的，但这个信牌纹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终于确认。棋局开始了。别乱动，先别碰它。对了，我在加密文件里见过。所以这是有人特意贴上去的，而且贴得很准，避开了所有监控角度。这人训练有素。小野，你的通知到了，蓬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托你的福，我也被录取了。这下你都没上场。团队赛，你一个人把分数拉满了，这就叫抱大腿，懂了吗？存在来源不明的共鸣信号，暂时无法提供解析。连系统都解析不出来，这东西看来不简单。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所有新生依次进入虚拟战场，与考验兽对战。评级依据的是应战时长与星力波动曲线。下一位，江野。数据不对，我记得刚才明明是……系统不会有错，走流程，下一个。你们的数据是不是出错了？他刚才明按系统正式记录执行，没有出错。检测到宿主被未知人士针对了，宿主要小心行事。连系统都查不到是谁动的手。7破巅峰，玄阳院优先录取；9破初期，星辰院优先录取。未入品，各分院暂不接收，安排至普通编制班。检测到赤裸裸的针对，宿主先苟着呗，我看戏。系统，你这是真躺平吗？普通编制班没有分院资源，靠自己练。1年后重新评级，有本事再申请转院。听说他考研时候评级其实很莽，是被人动了手脚。光是屏上写的还能有假？别瞎传。别急，1年后能转院，我们先按自己的节奏练，用实力说话就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人当垃圾。
听说你就是那个被所有分院都拒收的故障新生？有事。玄阳院每年有个规矩，普通编制班的人想蹭我们的演武者，得先过5局。你认真的？废话，敢背我们院里的面子！院长，那个普通编制班的新生一拳把我打退3步，我怀疑他的评级数据是被人故意压低了。一个能把考验兽当场打散的新生，评级结果却在录入前一刻被人从后台改了。是谁？这么急着把他压到最底层？过几天，让这个新生来我办公室一趟。坐。考验兽测评那天，你的原始数据是星域顶级，有人在录入前一刻把它改成了未入品。院长早就知道了，几天前知道的，我一直没动，是想看看你自己会不会主动来找我。所以现在呢？现在我发现你比我想的更沉得住气。这几天被人当故障新生看笑话，你一次都没反驳过。检测到宿主达成低调成就，获得称号忍者神龟。好你个系统，骂谁是乌龟呢？所以，院长希望我怎么做？我不会替你恢复评级，那样打草惊蛇，对方只会用更隐蔽的方式动手。我要你做的是留在普通编制班，装得像个普通新生。然后呢？然后我来查是谁动了这个手脚。你负责变强就够了。3个月后，玄阳院有场内部选拔，届时你以普通编制班学生的身份报名。如果你能打进前3，我自然有办法把你正式收进玄阳院，谁也挑不出错处。3个月足够。陈老师，您怎么亲自来蓬莱大学了？我来查一批古籍资料。蓬莱大学的典藏室比安城全，正好顺路过来看看你。这股气息越来越像了。老师，你这脸色……老毛病，没什么大不了。这个你拿着。这是什么？一枚护身符。你的秘密得藏好。这个护身符说不定关键时刻能帮上你。他今天的样子不太对劲。提醒宿主，这东西可不是高武世界该有的玩意儿。老师，你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此证无解，唯待宿主寻得同源之物，方可暂缓。同源之物，上哪儿去找呢？同源，等等，这纹路怎么越来越像，跟我今天给江野的那枚护身符。糟糕，我得去拿回那枚护身符。你不觉得陈老师怪怪的吗？这是什么地方？你看到什么了？像是一场很大的战争，很久以前的。超出解析范围，宿主自求多福。你看这插图，白龙一脉血气所传，为继承人可期。白龙一脉，可他姓陈不姓白，这东西怎么会到他手上？这篡改评级记录的操作信号，怎么会是从猎影局发出的？西区分局，赵海山，一个安城本地的猎影局副局长，怎么会有权限动用蓬莱大学的内部系统？
有人在中间搭了桥。江爷，我那护身符给急了，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眼那枚护身符？老师，你脸色这么差，跟这个东西有关系？没关系，就是随口一说，想看看你保管的好不好。老师，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先给我。老师，陈老师，您这是……这东西你们先别乱动，也别让第4个人知道。这上面是我托人查到的一点线索，你们自己看，不用管我。白龙一脉传承信物，为血脉相合者可起，强行开启者反噬其身。他刚才那一下是被反噬的。先生，江野那边的事，你不必再费心去查了。他护腕上的信符已经确认了他的血脉。血脉？什么血脉？你只需要知道这个孩子对组织有用。另外，蓬莱大学最近查得很紧，你动用的那条权限接口已经被人反向追踪到了。被谁查到了？玄阳院院长邱藏。那接下来怎么办？要是被查到，我这个位置……邱藏那条追查线我们会处理。另外，你在安城要盯紧陈子路。陈家那个女老师，我们查到她身上也有跟江野同源的气息。一个能护住信物的守护者，一个能启用信物的继承人。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外部有人反向侵入了我们的追溯系统，把痕迹清除得很干净，比之前那次篡改评级的手法更专业。对方发现我们在查了，去查一下最近安城和蓬莱大学之间的通讯记录里有没有异常的加密频段，这不是猎影局能做到的。我查了一晚上，古籍里关于白龙一脉的记载全都是残页，好像是被人特意撕掉过。撕的人是谁？撕的年代太久了，查不出来。但有一点很奇怪，这本书是蓬莱大学图书馆的内部藏本，按理说外人根本借不到，可偏偏那天就这么出现在我们眼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们俩别查这个了，这条线越挖越深，深的本系统宝宝都 hold 不住了。一个系统还怕这？怕谈不上，就是不想和你老师一样，天天操心你。走，我们去探望一下陈老师。陈老师在家吗？这是有人闯进来过。玉佩碎了，他人呢？他们知道了，别来找我。陈子路，你那枚玉佩的碎片我们已经拿到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选择？信物你们已经拿走了，还想怎么样？我们要的不是信物，是血脉印证。你和江野气息同源，这意味着你们之中必然有一个是真正的传承人，而另一个，你说如果让你选，你希望是哪一个？
你好好想想，想好了就叫我。既然不想合作，那就换个法子，把他体内残留的性物碎片逼出来，活的死的都无所谓。再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放开他！你倒是来的比我想的快。不错，短短几个月能有这份成长，倒是有点意思。老师，撑住！你不该来的。你们两个身上是同一种气息，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想说什么？白龙一脉的传承从来只认血脉，这份传承一旦真正觉醒，容不下2个人。陈老师，别慌，我这条命还没那么容易交代出去。这份传承一旦真正觉醒，容不下2个人。说句实话，这个事已经不是我一个系统能兜得住的了，我得离线一段时间了。不管是什么，我都不会让老师出事。3年前，我在东域执行家族任务时，误闯了一处上古遗迹，捡到了那枚玉佩。从那天起，我体内就开始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生长，它一边给我力量，一边侵蚀我的根基。所以您的病就是它的反噬。我一直以为我会是这份传承的宿主，直到你出现，我才明白，我可能只是个暂存者。你是说，我才是他真正要找的人？我不知道，但那个黑衣人说的没错，这份传承容不下2个人。一个学生的评级被人从蓬莱大学的内部系统里改掉，改的人有猎影局的权限，却又能反过来侵入我们的追溯系统。安城那边看来已经不干净了。怎么办？我要完蛋了！秋藏那边动作比我们预想的快，组织不管我了。组织从不为一颗棋子费心，你抽去，自求多福吧。老师，我想清楚了，不管这东西最后认谁，我都不想要。这已经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了。他合上了。他选的不是我，也不是你，他好像只是在等一个愿意扛事的人。这玩意儿的判定逻辑倒是比我们系统讲究多了。不疼了，那股反噬的感觉没了。江野，出事了！怎么了？安城的上空出现了一道星空甬道，联邦紧急预警刚发出来。
院长，联邦初步评级是6级隐货，正在紧急调集猎影局和各世家的战力增援。6级，安城这种小城市从没出现过这个级别的甬道。不会这么巧，这甬道的出现时间跟我们在调查安城前后脚。6级隐货，我这个级别的安保根本用不上。6级隐货，安城的守备力量根本扛不住。我爸妈都在哪儿？你要回去？必须回去。那我跟你一起。这枚玉牌刚合上没多久，你还没学会怎么用它，万一在战场上出岔子，我至少能帮你兜一下。算我一个，我熟悉安城的地形。都往后撤，别管我！小野，你怎么回来了？先带人撤到安全区。甬道的规模还在扩大，这不正常。自然甬道不会在爆发初期就有这么高的密度。您是说，有人在人为催动它？你还敢出现？江野选拔赛那天护腕上的信符，我早就查到了，是你贴上去的。是我？你这是怎么了？我听见了，这场甬道是组织催动的，目的不是陈老师，是江野，他们想借乱，把他引出来，逼他血脉觉醒。晚了，他已经过去。你现在这个样子拦不住组织的人，跟我们一起走。这笔账等这一仗打完再跟你算。这甬道是你们催动的，为了逼我们交出信物，你们引爆一整座城市的引火，死一些普通人，换来一件3级文明的传承信物，这笔账你觉得亏吗？那是引火领主级，这不该在初期就出现的。不可能，甬道的等级评价明明是……撤！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等级。他已经失控了，快撤！就这么一只小宠物，宿主你可以的。这股力道果然不是凡人。宿主这一下勉强算及格了。及格？你认真的吗，系统？我命都快搭进去了。宿主捅的篓子越来越大，系统有点害怕，启动休眠模式。你要走？我在你脑子里能去哪？就是接下来大概率是要装死了。有些事我帮不上你了，你得自己扛。行吧，行。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感觉脑子里空了一块。领主级影兽都能被引来，这场引祸恐怕不会这么简单收场。确认了，这场6级引祸是人为催动，涉事势力使用了未登记的编号装备，目前已锁定安城猎影局涉案人员。另外，现场有一名平民身份的少年，
独自压制了一头领主级影兽。把这个少年的资料单独立档，标注最高优先级。外围发现可疑人员正在撤离，疑似昨晚参与催动甬道的组织成员。你们两个跟我来，他伤还没处理完，走不了。我拖住他们就行，你留下。想跑！让开！我没兴致再多杀几个。夏晴，你这是想戴罪立功？我只是想做一件早就该做的事。够了。让他跑了。你们几个都没受伤吧？小千，辛苦你了。领主级失控，行动暴露，死伤过半。你这次的收获呢？确认了目标的血脉，但信物尚未到手。一个能徒手压制领主级影兽的凡人少年，你打算怎么从他手里拿到信物？属下会重新制定计划。不必了，这件事会有其他人接手。血脉觉醒到这个程度，倒是比我们预想的更有意思。赵海山涉嫌动用职权私自催动6级影祸，勾结未知组织，证据确凿，已正式移交联邦监察院收押审理。总算是了了这一桩。赵青离同学，我们在梳理这次案情的过程中，发现你名下有一批访问频率异常高的加密档案权限，涉及安城分部相关的历史记录，权限等级不低。那是我个人的一点渠道，跟这次案子没关系。一个学生能拿到这种级别的加密访问权限，这本身就很不寻常。这份权限是谁给你的？这个我现在还不能说。既然不涉及这次案情，我们暂时不深究。但提醒你一句，在联邦，没有人能保有秘密。至于你，作为唯一一名接触过对方组织的人，需要你跟我们回去做详细笔录。我爸这次是彻底完了，总不能连累我。你来做什么？我爸的书房里还藏着这些跟催动甬道那批人的联络记录。这上面的印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我爸的东西一向藏得深。所以你是来撇清自己的？哼，不然我爸栽在你手里，这笔账我迟早要找回来，只是现在不是时候。随时奉陪。哼。这枚印，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你也看不出全名。残得太干净了，像是有人特意处理过，不想让任何人查到这背后到底是什么组织。
你的供述和现场证据基本吻合，加上主动配合，联邦这边的意见是从轻处理，不予收押。但接下来半年，你需要定期到指定地点接受观察和汇报。谢谢。你本身也是受害者，后续保护好自己，对方不一定会放过你。你怎么在这儿？路过。我知道说对不起没什么用，但我还是想说，要不是我，你的血脉也不会被组织发现。我没打算原谅你，也没打算记恨。你选边站的那一刻，事情就已经翻篇了，剩下的你自己走好接下来的路就行。你这几天有心事？没什么，就是我动用权限的事情被调查官当众问出来，有点措手不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要守，你什么时候想说了，我们都在。一个学生独自压制领主级影兽，联邦都惊动了。院长，这个江野到底是什么来路？我原本想着让他在普通编制班磨够3个月，等选拔赛过了，再体体面面收进玄阳院。现在看来，等不了了。明天一早，直接给他办理入院手续。这次务必要处理得干净利落。希望你比上一任黑影要更懂分寸。属下明白，前车之鉴，不敢重蹈。这个少年的血脉觉醒速度，已经远超我们此前对任何一份白龙残脉样本的预估。那就按上面的意思，这件事不再用逼的办法。您的意思是，既然确定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何必再动粗？让他自己长大就好。你要做的就是盯紧了，别让其他人抢先摘了果子。江野，安城那场引祸的事我都看过了，所以现在不用等3个月了。选拔赛作废，你直接以正式弟子的身份入院，但今天叫你来，不只是办手续。就这小子，一拳打垮了个领主级。朱兄，先别急，先试试。哈哈哈哈！反应不错，底子却是一团糟，花架子练得多，正经拳艺一点没有。我这几个月一路打过来，没输过。哼，打赢是运气好，对手不够看，或者你自己命硬。真遇上会拆招的，你这套东西撑不过3招。朱兄脾气差，但眼光和手上功夫，蓬莱大学没几个人能比。从今天起，他是你的实战导师，我教你规矩和资源，他教你怎么活着打赢。先说好，我这儿不兴耍手段开挂，你身上那点邪门玩意儿，练拳的时候给我丢掉。系统那家伙到底去哪儿了？反正从今天起，你这身板上的每一分力气都得是自己练出来的。拿着。练棍法。练看。你以前那套打法是靠蛮力和运气堆出来的，一拳打过去，管他重不重，反正力气够大，总能唬到人。这种打法，遇上真正的强者是找死。那该怎么打？先学会看懂对手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出招，你不许还手，只许接，接不住就站着挨。再来！算你今天没白挨打。这才第1天，以后每天都这样，练到你不用眼睛看，光凭身体的感觉就能提前接住为止。记住，真正能护住你、保住你在乎的人的东西，得长在你自己骨头里。有些事你得自己扛。朱老师竟然亲自下场教他。
今天不斗拳了，换个花样，学拆招。死了，你只看到棍，没看到我出招前重心往哪边压了半分。经理，你要的那份关于安城异常事件溯源的档案已经批复，附件里的旧记录或许能帮你查到你想找的东西，只是这条线比你想的更深，量力而行。终于，这条线查了快2年，总算有点眉目了。这个组织的活动痕迹，居然和当年那件事扯得上关系。是时候该跟他说了。朱老师教了你2天，感觉如何？浑身都疼。我想跟你打一场。现在？不是现在，是等你真正准备好的时候。我不想赢一个还没学会拆招的对手，那样赢了也没意思。行，等我准备好了，随时奉陪。这小子底子是烂，但悟性不差，1天就摸到了拆招的门道，比我带过的大多数弟子都快。悟性快是好事，但我担心的是他成长太快，会不会引来更多不该引来的注意？安城那场引祸，联邦都惊动了，该来的注意早就来了，躲是躲不掉的。与其藏着掖着，不如让他趁早练出一身能扛事的真本事。这份邀请我已经批了，他去露这一面，或许比再练1个月的拳更有用。你这表情跟要上刑场似的。有件事拖了太久，我该早点说的。2年前，我父母出了一场意外，官方结论是心力紊乱引发的事故，但我一直觉得不对劲。他们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份工作记录里，提到过一个从未登记在册的组织。这2年，我一直托一个安城的老渠道帮我查。所以你找到我，其实是想调查你父母的事。那会儿我注意到你身上的不对劲，我确实是借用你的力量，我一个人查了太久，太想有个同伴了，不好意思。这个印，这跟赵狂给你的那份文件上的印，应该是同一批的东西。这份记录里提到的事故地点和我当年在东域捡到玉佩的那处遗迹，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您是说，这些事情之间可能不是巧合？我不敢下定论，但这3条线，你父母的事故，赵海山背后的组织，我体内的玉佩，如果真的指向同一个源头，那这件事的规模恐怕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今天魂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可能又牵扯出一条新的线索。这几个月你身上牵扯的事一件比一件大，我劝你一句，查是要查，但别急着一个人往里冲。你现在不是当初那个安城的破小子了，你身边跟着的人越来越多，出了事牵连的不止你自己。事情就是这样的。一条从2年前就开始的旧线索，一份被人刻意磨损印章的秘密文件，这些事情如果真的能串起来，说明这个神秘组织在暗中布局的时间远比我们察觉到的要长得多，正好这个能派上用场。周家的新兴论道会，下个月各大超凡世家的年轻一辈都会齐聚一堂，其中不乏一些家族收藏着上古典籍和旧文。原本只是想让你去实战积累点经验，现在看来，或许还能借这个机会，探探那些世家里有没有人也牵扯在这条线索里。论道会上规矩多，有人下场切磋，别给我丢人。这是我第一次去这种场合，
说实话，有点紧张。别紧张，把它当成一次大规模的信息收集。那就是安城那个独自压制领主及影兽的家伙。听说秋藏破例录取，朱红烈亲自下场教他，还揍了周家小公子一次。来了，来了。待会儿论道环节，别太出风头。这里不比学校，动手的分寸你得自己掂量。说起来，这几年到处不太平。我们那片区最近老有人在传什么白龙一脉。白龙一脉是什么传说？据说是很久以前有一个极其强盛的星空文明，覆灭之后留下了几件传承信物，散落在各处。谁能集齐认主，谁就能继承那个文明的全部底蕴。不过这都是几百年前的老故事了，真假难辨。老先生，您还记得这个传说的更多细节吗？比如这些信物长什么样？年轻人对老故事感兴趣是好事，不过我知道的也不多，只记得家里一本旧书上提过一句：真正的信物藏于此，非血脉不可及。具体埋在哪儿，语言不详。陈年旧事，不必细究。来，敬各位晚辈一杯，祝论道会圆满。周家家主那个反应，你们看到了吗？他不是不知道，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知道。藏于此，非血脉不可及。老先生这句话是随口一说，还是真的在暗示什么？我知道你们在打听什么，跟我来。有些东西，与其你们自己瞎摸，不如我直接带你们去看。周家藏经阁的密道，你就这么随便带我们进来？我爹要是知道，能把我打断腿。但我想清楚了，比起继续瞒着，我更想知道真相。你到底知道什么？先进去，边走边说。这本书是周家历代家主才有资格翻阅的秘藏，我小时候偷看过一次，被我爹打断了手骨。白龙文明覆灭于一场跨越星域的战争，末代守护者将残存的传承之力分作数份信物，散落于低阶文明星域，以待有缘的血脉继承人重聚火种，书写文明。这跟我知道的那部分记载几乎能对上。信物合一之日，传承通道自现，其地蓬莱。被毁掉的这部分，我小时候看到时就已经这样了。我爹说这是我曾祖父那一代做的，具体为什么没人知道。蓬莱后面被刮掉的，会不会就是大学2个字？祭坛。如果说是蓬莱大学，那么很可能就地下祭坛。我曾祖父那代人为什么要刻意隐去这个地域？如果传承通道真的藏在蓬莱大学，周家没道理不去争这份传承，除非他们知道些更危险的东西。或许当年他们已经试过，然后放弃了。不管怎么样，答案在蓬莱大学，不在这儿。论道会结束后，我跟你们一起回去。这件事我既然掺和进来了，就没打算半途而废。一趟论道会回来，怎么脸色都跟见了鬼似的？查到点东西，得跟院长汇报。蓬莱大学建校数百年，若地下祭坛关联未知星域能量，历代校方不可能毫无察觉，除非他一直被某种手段刻意隐藏着，在等待着某个人。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这是什么地方？
蓬莱大学地下祭坛。这股气息跟我玉佩当初的感觉一模一样，只是强了数以万倍。终于等到你了。你是谁？我是白龙文明最后一位传承守护灵白龟，而你终于带着信物走到了我面前。白龙文明曾是横跨数十星域的3级星空文明。数百年前，一场毁灭性的战争降临，末代守护者们耗尽最后的力量，将文明的核心传承拆分为数份信物，散落在低阶星域，等待有缘的血脉后裔重新聚合，续写文明的火种。所以，江野是白龙血脉后裔。是的，他就是当年守护者一脉留在这片星域的唯一继承人。那这枚玉牌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它能开启一条通道，通往白龙文明曾经的疆域，那里还残留着更完整的传承，以及当年那场战争真正的答案。可这跟我们现在面对的事又有什么关系？赵海山神隐组织那份被磨损的印章，因为你们眼下遭遇的这一切，或许并不是孤立的巧合。当年灭亡白龙文明的那场战争，敌人并非同为人类的势力，而是一支来自更遥远星域的异族文明。我沉睡了数百年，不知外界如今的局势，但如果他们卷土重来，蓝星恐怕不会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却很可能是下一个。如果我踏上这条通道，会发生什么？你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会真正踏上继承这份文明的道路，但同时你也会正式暴露在那支异族文明的视野之内。这一步一旦踏出，就再没有回头路。江野是唯一继承人，但门不能只交给一个人。继承、守门、定界、观测4种责任，必须由4个人同时承担。传送已经开始，记住，这个试炼必须是你们4个人一起完成。等等，单独完成会怎样？会被认定为新的主人，其他人会被直接抹杀。周青林、周星空，快抓住我！陈老师，赵青林、陈老师，周星空。检测到未知高5线速主关键时刻你又上线了。速主没信号。我知道，你拼命上线就为了说这个。海龟，还活着就好。得赶紧跟他们会合。不好，出事了！海龟，守门者，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了7代。3年前那枚玉佩，是你安排我捡到的？不是我安排，是你自己选的。
我只是让他看见了你的选择。你一直在观察我。守门者永远都在，只是门后的人看不见我们。这是一觉回到解放前，又回到245公斤的时候。得亏挨了不少朱红烈老师的暴揍，果然紧急时刻还是得靠拳头说话。你一直都是一个人守着这个门。守门者最擅长的事，就是让别人以为自己不孤独。这怎么可能？这些是历代的守门者，名字留在门里，躯壳留在墙外。他们都死了。守门者不是战死，是被门外的人遗忘了。守门姐姐，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外面好黑。我带你出去。住手！你会承受不住反噬，会灰飞烟灭的。那就让他反噬。守门正在激活，建议速主警尽快。糟糕，陈老师出事了！第7代守门者。什么？从现在起，你就是白龙文明的第7代守门者。守的不是门，是门后那些还活着的人。那你呢？你会消失吗？不会，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记住，守门者永远要为门外的人留一条回来的路。陈老师，江野，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你身上那道光太亮了，想看不见都难。快上来！让我从这么多碎片里拼出历史，这比写论文还不讲道理。不是按时间排列，是按观测角度排列。谁拍的，从哪个方向拍，比什么时候拍更重要。不能开门！敌人的舰队已经锁定了坐标，开门就是引狼入室。封门就是在慢慢等死。白龙文明的覆灭，是因为内战。这个印章是那个神秘组织。经理，如果你能看到这段，说明你已经拼出了星图，
开门派最初只是想打开一扇临时通道，把军队送到敌后，可是有人叛变了，是神隐。妈妈，这是周家的族徽。这个人不是白龙文明的人。你父母当年也只到这一步。你是谁？都没事吧？还活着。原生影兽，有人从外面送进来的。周家封禁，锁。小心，他的力量还在上升。检测到宿主伤势超标，强行发放微量凤血丹效果。谢了。把他引到中心光柱里。是指令接收器。4个人全部存活。谁的声音？在监视我们的，从我们进入遗域之前就开始了。什么？看来有人很想知道我们中的3人有没有被抹杀掉。你们该走了。有人在利用怪物的气息反向定位遗域坐标，一旦闭合，你们所有人都将被困死在这里面。传送阵会把你们送去最安全的地方，快走！你不跟我们一起走？我是门的一部分，门还开着，我不能出去。这颗火种会在你迷路时指引你。我们回来了。时间不对，我们在里面只待了不到1天，可外面已经过去了7天。7天？我们消失的这7天，有人不仅进来，还把这里当成了监控站。神鹰组织，他们算准了我们会从遗域回来。不只是监控，你们觉不觉得学校里太安静了？7天前你们消失后，联邦空降了一个特派组，强行接管了学校安保。现在的蓬莱表面上是学校，暗地里全是眼线。陈老师的画面，好奇怪，我的存在正在被抹掉。如果真是这样，档案室里的导师资料或许可以看出什么。可恶，到底是谁？他们不会只抹掉我的档案，
接下来会抹掉所有人对我的记忆。那就从今天开始，每个人都写下一遍你的名字。未知对象禁止建立记录。没有的，很快你们都会忘了我。江野，别相信。这位是沈进，联邦遗迹安全首席特派员。从今天起，他接手地下祭坛的调查。久闻江野同学大名，不过我对陈老师更感兴趣。你身上的气息不像是联邦的人。年轻人，把剑收好，我可是带着联邦最高指令来的。除了江野他们，很多人已经看不见我了。你为什么？现实的法则只能抹除凡人的记忆，而我们神隐的记录库用的是门外的高维科技。你被这个低级世界遗忘了，没什么可惜的。你是神隐组织的。第7代守门者，看来你接受这个身份了。你是在确认我身上的残配还能撑多久？我是在帮你，如果不交出谋，我会让这座学校的所有学生替你们交。离陈老师远一点。怎么，想在这里杀联邦特派员？检测到坏蛋预判消耗极大，宿主可以运活时间拖垮他。意思就是我打不过。纯粹肉体力量很强，但可惜在绝对的高维预判前毫无意义。这就是院长找的安全区。给陈老师检测的仪器查到高维追踪木马。既然他想当黄雀，那就让他在迷宫里转个够。经理，复刻3个一样的木马。先生，守门者已经醒了，继承人也醒了，天塔准备开启了。小黎，一定要阻止继承人去天塔第7层，那里根本不是什么传承核心，那是异族设立的坐标发射器。一旦白龙继承人的血脉完全传承，蓝星的坐标也将彻底暴露。继承人不是开门的钥匙，而是祭品。经理，你一定要小心，那扇门将再次被扣下。爸。你的父母当年也是这样躲在角落里，他们以为只要不看门外，门外的东西就不会进来。这个声音是无相先生。等等，这个是沈静。不只是沈静，今天门外的那个人是无相先生，他曾经是我父母的导师。沈静是神隐的人啊，那这个无相先生应该就是神隐的首领了。杀害你爸妈的，估计也是。我父母让我阻止你进天塔第7层，但我知道我拦不住你，所以我会先替你把门外的路探清楚，哪怕是死。我们都不会死，你、陈老师、我、周行空，所有人都不会死。神隐想让我们当祭品，就砸碎他们的破塔。周行空擅自带外人进藏经阁外，私闯白龙一域。现在命你即刻将定界之令
送回本家。这块铁牌我从小带到大，如果不是一域的权限之光唤醒了你们会多看他一眼。逆子，你懂什么？那东西，周家是封界者，只要门关着，家族就还在。错，你们早就忘了什么是封界。封住了不是灾难，是你们的自私与无能。只要门外还有人，这破门就不该关。够了，周星空，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令牌交还是不交？逆子，你若不交，今夜起剥夺你周家少主身份，收回一切资源。你要想清楚，离开了周家，你什么都不是。这少主，老子早就不想干了。已被强制注销。陈老师出事，你现在又要走？你跟周家决裂，如果再离开蓬莱大学，神鹰组织恐怕是会对你下手。放心，在你之前，我也是挨了喂无数次炒朱红烈老师的棍子。周家祖先不敢做的，我周行空来。什么？最后一次机会，交出定界之令。老家伙，放马过来！没有了星力，你什么都。一种真正能护住你、附住你在乎的人的东西，得长在你自己骨头里。你自费心力抵抗，简直疯了！好家伙，真正的强大已经长在老子的骨头里了！你老子！被决定离开周家，是我自己选的。回去告诉那些老古董，这一次天塔，老子续定了。你之前约我打一场，等这些破事结束了，我随时奉陪。来，让我看看你这条命是不是真捡回来了。朱老师说话就是好，看看命是不是捡回来，听着跟收破烂似的。废话少说，接着。经脉长回来了，底子没垮，这条命是你自己硬拼出来的。看来我们那场约架可以提前预约了，随时。不过正事要紧。这两批印记的雕刻误差几乎在同一个精度范围内，不是同一个人刻的，但很可能出自同一批模具。意思是？意思是赵海山和我父母用的是同一套地下供应链，这条链子里有一个节点最近异常活跃。3天后，安城郊外的星能黑市
会有一批新武级违禁品过账。信武级，他们是想卖真的还是钓鱼？不知道，但这个节点绝对有问题。联邦那边，因为你在祭坛事件里的数据，已经把你标记为最高优先级观察对象。你现在去黑市，等于是把自己送到聚光灯上。躲是躲不掉的，不如主动去看看神隐到底想干什么。小心行事。复刻的定界之令，只要卖出去，老子就能翻身，谁都不能再把我当废物看。鱼饵已经上钩了。一价10个亿，这里面装的可是定界之令。那根本不是定界之令，但我能感觉到那盒子上散发着跟定界之令一样的气息。看来是神隐复刻了你令牌的能量片段，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赝品。做的越真，越说明它是用来吊命的钩子。江野想要信我，拿你身上的核心权限来换。赵狂，你什么时候沦落到在黑市当神隐的走狗了？你以为全天下只有你江野能变强？组织说了会把异族的力量赐给我。你连自己被当成一次性消耗品卖都不知道。先生，目标全部进入陷阱。不好，快扔掉！这东西在记录我们的神经反射和站位坐标，神隐在测算我们的实战默契。赵狂，你他妈把我们卖了！我就是要看看，到了生死关头，你们谁会先出卖谁。大人，我做到了，快把说好的高阶力量给我。力量，当然。你们干什么？假信物的核心功能是记录他们为了救同伴而暴露的破绽。你这个活体诱饵的剩余价值已经榨干了。不要怪我，是你自己把利用当成了信任。不，神仙，你骗我！蓬莱天塔终极试炼开启，所有符合前进条件者强制导入。第一层隐惑模拟，第二层封界试炼，第三层观测试炼，第四层守门试炼，第五层继承试炼，第六层权限复合，第七层星门授权绝密。我爸妈早就警告过，第7层是异族的坐标发射器，一定要小心。这层楼就迟早要过，我们先看看这塔里到底藏着什么牛鬼蛇神。这温度、湿度，甚至空气里的血腥味都是真的。这里不是幻境。他在强行读取我们的记忆。规则1：4人必须分散进入4条不同的街道。规则2：救出街道进入的幸存者方可通关，救援失败即刻抹杀。他想把我们分开，各个击破。他说分开就分开，老子偏不！
先救人。天塔压制了心力，你这力量是哪来的？被打出来的。快走！大哥哥，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曾经也有人把我从地狱里拽了出来。系统底层核心协议，凡人守护，确认激活，系统防火墙重启成功。系统，你回来了。检测到罕见样本，第5适配者。第5适配者。哦，还挺给面子，专门给我起了个名字。第1层试炼通关，警告：第5适配者为防止基因污染，不得进入高5试炼区域。他想把你强行留在这里。规则是给不敢反抗的懦夫看的。第2层，老子进定了。江毅，打一场。周行空，你疯了！现在是内讧的时候吗？这层是封界试炼，或许让他们打一场，才能进入下一层。小心了！轮到我了。你输了。是，我输了。门必须关，为了保全大局，主人必须被牺牲。放你娘的狗屁！牢门里还有活人，这门就不能封死！你是谁？老子无名无姓，但老子只知道，真正的封界者不会把人逼上绝路。原来周家先祖根本不是封界者。这一次，让这座塔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封界者。这地方跟前2层不一样，没有怪物，也没有对手。他在跟我的古镜产生共鸣。你上前去看看，我们跟着。青莲，如果你真的来到了这里，说明神隐的阴谋已经无法阻止。妈妈，关闭天塔星门的反向坐标，我们留在了黑处。没了，信号断在这儿了。等于什么都没说。至少我们知道了，这门有办法关。观测者获取反向闭合密钥相关线索，违反第7层保密协定，启动强制裁决。他想干什么？密钥，我绝不会放弃。
所谓的强制裁决，那里面是异族的坐标发射器，不能进。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除非死在这里。进去，你就会变成祭品。但我们不能死在这里。不管前面是什么，4个人一起面对。既然你不肯进第7层，那我就帮你断掉所有的退路。看起来就像一头发狂的怪物江野，在蓝星根本不存在信任，肮脏的蓝星人根本不值得守护。你们寄予厚望的武道天才，不过是个被异族污染的失控的怪物。江野被污染了，他杀了那么多人，这种人不配留在我们蓬莱大学。恶魔！锁定蓬莱大学江野疑似重度污染，立刻下达监察令，全面通缉江野。你们快来看，现在全城都把你当成了怪物。检测到宿主主动承受非必要人身攻击，强行安慰一波。别婆婆妈妈的，这算啥？我打一开始就是被欺负到大的。我没听错吧？245公斤的垫底废物还想重测？你那个窝囊废老爹拿命换来的药，看来是真白瞎了。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能直播吗？让大家看看，老子现在正挡在谁的前面！诺，只有当他失去所有同伴，被全人类抛弃时，他才会乖乖接受神隐的救赎，乖乖按下那坐标发射器。城门在强行索要江野的血脉授权。放弃吧，异族的舰队已经在门外等候。江野，主动把手放上去，开启星门。无相先生会赋予你成为新世界神明的力量。我不会给狗当神明。继承人已确认，交出授权。别碰，碰了蓝星就完了。周家定计，给我锁！门后有东西在撞门，我最多只能撑1分钟。低武的虫子也配阻挡高维的降临？交出守门者的灵魂，换取大门的稳定。检测到门面狩猎节点，高维防御，雪中送炭，增强宿主铁拳实力。我管你什么高维低维，在老子的拳头面前，只有碎不碎的物理定律。怎么可能？纯粹的物理攻击打断了高维的能量牵引。你还真是我们的意外之喜。你以为避开血脉授权
就能避开发射坐标，还是太年轻了。这扇门本来就是刻在天塔骨子里的坐标发射器，只要它被继承人打开，不管是怎么开的，坐标都会发出去。你为了救那个女人，等于亲手替蓝星按下了发射按钮。你早就知道会这样，却眼睁睁看着。神隐组织从来不介意用别人的良心替我们做选择，所以神隐就是当年出卖坐标的开门派后裔。我们曾是白龙真神最信任的守护者之一。其实我们不是想毁掉蓝星，开门臣服，至少能留下火种。终于见面了。是你杀了我父母，你曾经是他们的导师。你的父母，我给过他们选择，他们偏要选择愚蠢的抵抗，就像当年的白龙真神，所以他陨落了。我们活到了今天，这就是答案。这就是你们神隐的逻辑，不当狗就得死。江野，门外的文明会赐予蓝星无上的力量，你会成为拯救这个世界的新神，而不是被联邦通缉的危险样本。然后呢？让蓝星成为你另一个献给异族的投名状。我父母就是死在你手上的投名状。这世上的选择从来只有识时务和不识时务两种。这些破门，老子要一个个亲手砸了！把戏该收场了。这门你既然打开了，这祭品自然也要献上。老师！这怎么可能？陈老师的物理实体正在被天塔吞噬。江野，这个被困在光里的人是谁？我们为什么要救他？周经理，你说什么？他是陈老师啊！增某珠加速了，正在彻底清洗我们关于他的记忆。警告宿主，强行攻击，宿主双臂将面临不可逆的粉碎性骨折。停下！系统，给我找出这破防御的弱点！江野，谢谢你，还记得我。神隐一族，我要你们死！老师，我一定带你回来。江野，快看那道缝！级别太高，还在增加。他们从门那边钻过来的。所以我从来不是灾难，是别人蓄谋已久的侵略。江野立即停止开启禁忌星门。恒大大学接受联邦金。邱院长，江野涉嫌开启星门，5分钟后实施定向爆破。塔里还有学生，你们要活埋他们吗？想炸塔，先过我这关。江野是我教的，他不会伤害学生。
拿起来，抵抗！朱老师，没有星力我们不行的。没有星力就不能挥棍子吗？挥棍子就是战士。给老子站稳了！越杀越多，根本挡不住。老周守门，请力看住身缝，下面交给我。一个人下去？你疯了！你守上面，我下去救人。我下去救人。不要杀我们！检测到宿主浑身的肾上腺素浓度，送你一次战术加速，别弄就干。该给了！检测到宿主体重膨胀，一送因物理耐受与恢复速度双双上。这次不用你，自己都感觉出来。阵风越来越大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一波清完会有什么东西要过来。怎么样？他来了！白龙继承人。使者阁下，血脉样本已经确认精华，坐标发射也已完成。这道门也按您的要求，扛住了压力测试。按照约定，无相先生说过，只要配合，就能为人类留下火种。火种？低等的虫子，你们跟当年的白龙文明一样，只是我们选中的下一个资源矿场。无相先生，我们被骗了。无相先生，他从一开始就把你们全埋了。老师，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一心根本不是在帮我们。你们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可惜了，你们明明可以带着孩子安稳到老。我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留下火种，是他讲了几千年专门用来喂养信徒的谎言。他压根儿不在乎什么文明存续。不可能！你们喊了他几十年的无相先生，不过是他这几千年里随手换的又一个名字。混蛋！轮到你了，白龙继承人。警告！警告！检测至敌方单位，战力爆表，宿主搞不定。搞不定也得搞，老子字典里就没有怂字。有权。有意思，再来！果然，这样还不够啊！怎么样了？本系统扫描到了，他的能量核心在胸口，朝他胸口打。没其他把戏了吗？真令人失望。给我去死啊！
放弃无谓的挣扎。7天后，我们的战舰将会抵达蓝星，一切都将结束。这个门要塌了！这些要把所有反噬的毁灭能量全强行关进来了。是陈老师。爸妈说的是真的，门可以连接不同的时空。防御反向，他在被异星能量反噬，这门他守不住了。他说反向，妈妈说过他们留了关闭天塔星门的反向坐标。关闭天塔星门的反向坐标，我们留在了赵青离，你在干嘛？你疯了吗？没时间犹豫了，我爸妈研究了一辈子星门，但这个阵门他们从没发动过，只能试试了。究竟是谁？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江野。老师，可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不是你们此刻认识的那个我是很多年以后的陈子龙。江野，是时候唤醒白龟留给你的火种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不该由未来来定。他来自未来，那现在的陈老师去哪儿了？也许他也不知道陈老师被困在哪里。无论哪个他，我都要把陈老师救回来。这是地图，7天，留给蓝星的时间只有7天。别再发呆，立刻查清星图指向哪里。青离，你怎么了？我好像忘了重要的事。是阵法的代价，他的记忆正在流失。检测到火种能量全面爆发。拿命和记忆抵押，难怪你父母从不用。检测到爱情的小火花。是第5系统还是八卦系统？这纹路和地下祭坛一样。邱院长和老朱一定知道，破解星图才能救下蓝星。终于联络上了，联邦已经停战，异星战舰正逼近蓝星，你们赶紧出塔！旧档案里有这图样，是白龙牧场。白龙真神的遗物封存在那片星域，至今无人找到入口。难道是在等白龙继承人？7天后舰队抵达，白龙牧场是唯一的翻盘机会，说不定还能找到陈老师。 7天往返已经是极限，那里会发生什么更是未知。去，还有一线生机；不去，7天后就是绝路。陈子洛居然能借来未来的力量，无视时空法则，简直完美。白龙牧场能量只能属于本座。先生。 天塔星门已被封死，我们怎么过去？这几千年里，我留下的后手可不止天塔这一条路。宿主，其实这一路一直靠的是你自己。怎么突然煽情？不跟我一起去？看不起谁呢？本系统陪你到底，反正你死了我也活不了。
那是什么？是无相。那就更没有退路可言了。追上去！